是否立即释放毒蜂啊？暂缓。弦断了。王爷，这是第2根了。传令，退兵30里扎营。是。这就是你的御敌良策吗？早已活腻了吗？居然命你一人出现在我数万大军面前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就任凭他们这么糟蹋你吗？王爷，娉婷才是这一场仗的主帅，和泽隐将军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又何来糟蹋一说呢？再说了，不管计策的好与坏，只要能让王爷退兵，就是好策。娉婷这不是做到了吗？攻心之计，胆大妄为。若是王爷真的在众目睽睽之下用毒蜂之计害死了娉婷，那恐怕就会激起梁军最后的热血。到时候，就算你们能拿下堪布城，城中的所有军民，恐怕都会让你们伤亡惨重的。再说了，若是梁国百姓知道我一介女流之辈，为了保护堪布城而被你残忍杀害的话，想必梁国所有的百姓和将士都会奋起反抗的。哀兵之勇，王爷，你要比我更清楚吧？如果激起了一国人民的热血，就算有再强的兵，怕是王爷也镇不住。所以你就以身犯险。若不是王爷剑走偏锋，娉婷也不会出此下策。确实是下策。你在逼我退兵的同时，也对全天下通告了我楚北节的致命伤。经此一战，所有人都会知道，我楚北节心之所爱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我都绝对不会让白娉婷成为我的牺牲品。你是谁？真北王命我来送你上路。不会让我成为牺牲品。娉婷原以为王爷之言句句真心，没想到也只能付之一笑。王爷如此哄我，难道是因为怕输吗？
这。本王问你，晋梁大战与你何干？为什么要帮大梁人？大梁并没有去截杀大晋的商队，没有。没有。看来你已经知道谁是这场战争的幕后推手。若是大晋主公无心侵占，又有谁能推得动呢？我们各为其主，立场不同，我也不逼你。这一局你赢了，我输给你3个时辰。下一次，我一定会来亲手生擒你。娉婷一定会竭尽全力，不让王爷失望的。堪布城已经是一座空城了。而梁军也转移到百里茂林。你的空城计已经唱完了，还一个人留在这里干什么？这里离百里茂林不近，上马吧，我送你一程。多谢王爷好意，不用了，娉婷自己会走。3个时辰之后，我们才是敌人，到时候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去吧，就送你到这儿了。我不跟泽英打招呼了，反正很快就能见面。怎么这么看着我？舍不得？还是想跟我一起走？我只是在想，你是我遇到过的最可怕的敌人，完全看不透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。我的心对你完全敞开，就看你愿不愿意进来看看。你看，你都不愿意来看，却抱怨看不透我心里在想什么。两军对垒，你我是双方主帅，还请王爷不要再胡言乱语。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。你好自为之吧。放开！楚北杰，你救了我这么多次，我欠你的太多了。若是这一战，你真的因我而死，我一定会随你一起去，把这条命赔给你。
回来了。王爷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刚才白姑娘那招真是太险了。假如王爷出手，岂不给世人留下用毒物加害手无寸铁女子的印象吗？王爷一代名将，光明磊落，一旦蒙羞，那岂不是严重打击了我军上上下下如虹的气势吗？真想不到，白姑娘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便不留余地。还好你没有下令攻城。即使没有这些理由，本王也不会下令攻城。失去白娉婷，将是我楚北节最大的遗憾。区区一座堪布城，怎么能记他半根头发？不，那王爷，那咱到底打还是不打呀？打！3个时辰之后出兵。不对啊，王爷，即使不用毒蜂，只要白姑娘孤身站在城楼上，我们便发动不了进攻。仅仅是射在城楼上的乱箭，也能置她于死地啊！谁说我们要攻城了？啊？不攻城了？命所有士兵备足粮草饮水。我们要进入百里茂林。百里茂林？漠然，如果换成了你是梁军主帅，你会怎么应对晋军？王爷，行军打仗在外扎营，向来都选择靠近河流小溪的地方。为了方便士兵战马取水饮用，会抢先站稳水源，在水中下毒，让敌军失去战斗力。之后再利用山林掩护，分拨游击，阻止我军上山。上将军，白姑娘，楚北节已带人入林，现已至点清风山下。点清风下，我刚正与上将军商量，他在点清风山顶扎营作战。这里便是点清风6条清泉的水源。若寒将军，你现在立刻派人去山腰处，在这6条清泉中下毒，断了敌军的水源。白姑娘好计策。楚北节出入百里茂林，对当地的地势并不了解。我们在他们弄清楚之前，先在水中下毒，一旦断其水源，他们一定支撑不了多久。到时候无法找到无毒的水源，怕是军中只会奄奄一息，军心涣散。到时候我们在天色的掩护下率军杀入，也让楚北节尝尝我们大梁男儿的厉害。点清风是百里茂林的制高点，也是山中所有水系的源头。梁军帅帐定会驻扎在山顶，传令下去，禁止任何人饮用山间泉水。战争，战的是人，算的是心。我这一招啊，若是用在别人的身上，定能成功；可若是用在楚北节的身上，我也没有几分把握。姑娘，为何用在别人身上可以，用在楚北节身上就不行呢？只因为他是楚北节啊。若我们的对手不是楚北节，早就不用在这里苦战了。百里茂林沿堪布山脉延绵近百里，范围极广。即便梁军有5万之多，可一旦藏进茂林之中，若按寻常方法寻找，我们要知道他们的踪迹也难如登天。楚北节思虑周全，他出来堪布，就在百里茂林吃了我一次亏。之后就立刻想到用百里茂林来反攻，还想到了用毒蜂攻城这个计策，害我们险些中计。如今，他又怎么可能不派人先探查清楚，掌握百里茂林的地形？漠然，你将我军兵力分为6支，互为养护，互通信息。
分别沿点清峰的6条水脉建立营地，但不能扎营。梁军必定会派探子在外游弋，我们只需要在他们面前出现，他们就会主动来袭。等蛇出洞，给他一个迎头痛击。若是我们以为仅仅占据了一个水源就能让楚北节栽跟头，那今晚被俘的可能就是我们。姑娘说的对，是我们想的太少了。将军，还请你立刻派几拨人出去探查敌军在哪里扎营，一旦有消息就立刻汇报。越是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越是要仔细小心。王爷，这是诱敌之计，风险也未免太大了吧？即便我军沿着河流建造营地，这也只是在撞运气，更不可能知道他们在短时间内会攻击我们。王爷，此计最适合与敌军周旋，但是我们的粮草和饮水都很有限，一旦耗尽，岂不是正中敌人的下怀吗？王爷，为什么不速战速决？如果能不战而速决，岂不更好？不战速决？除此之外，我军还应该派出小股的队伍，在山林里四处散开，去搜索敌军的踪迹。一旦发现敌营，就从四面八方开始骚扰，这样也可以模糊敌军的视线，让他们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哪里扎营。在骚扰之下，也可以让敌军分身乏术，以拖延时间。我们已经切断了敌军的水源，再加上这样的拖延战术，此战便已胜了大半。若寒明白。白姑娘，怎么样？有什么消息吗？刚得到消息，说是在点清峰山下有很多晋军的营地。我跟若寒将军商量过之后，决定突袭营地，探清虚实，结果却扑了个空。扑空？我率兵过去的时候，营地已经空了，只有一些刚搭建起来不久的锅灶，堂子里还是热的，应该刚烧过火。一开始我认为这只是巧合，可是接二连三都遇到这样的事情，真是邪了我了。白姑娘，晋军神出鬼没，咱们的士兵都开玩笑说，难不成晋军会遁地之术？这世上哪有通天遁地之术啊？不对。白姑娘，他们一定是在掩护谁。掩护？掩护？道理很简单，若他们真的是在安营扎寨，而我们又是突袭，他们不可能事先得知跑得这么干净，这分明就是诱敌周旋之计。白姑娘的意思是，晋军不打算跟我们交锋，而是在跟我们周旋。正是。楚北节不想与我军正面交锋，可他们的手里又没有了洁净的水源，只有粮食，他们也撑不了多久。
拖延对敌军来说并非上策，除非他们是在声东击西，吸引我们的注意力。他们到底是在掩护谁呢？白姑娘会不会想太多了？说不定只是敌方的哨探比较厉害，早就已经探知了我军驻扎的地方，从而得知我军的动向呢？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既然楚北捷已经猜到了我们在水源中下毒，就必然会猜到我们定会给自己的军事留下水源。而这一路算上来，真正的点清风水源上游，就是这点清风山顶。如果我是楚北捷，必会直指着点清风山顶而来。可点清风的半山腰早已埋伏着我们的人，若楚北捷带人上山，立刻会被发现，又何来掩护之说？上将军，这点清风除了我们的步兵之处，还有没有别的路可以上山顶？有，云崖索道。云崖索道直通点清峰峰顶，但索道狭窄，再加上山间湿滑、峡谷风大，十分危险，早已被废弃。如今只是猿猴蚁兽的捷径，要想过军队，是万万不可能的。白姑娘，难道你担心的是这条已经废弃的索道？于旁人无用，可于楚北捷倒是未必。我们身处的点清峰顶，虽然占了一定的优势，有重重保护，可唯一的弱点就是无法屯兵，不堪一击。一旦敌军攻上来，我们就会变得非常被动。所以，既然有这条索道，我们就不得不防。撤！撤！上将军，命你带1万精兵，在山腰处包抄围截。若遇见敌军，就让他们务必停留在避雷峰区域。得令。若寒将军，末将在。你另派100精兵去割断云崖索道，不要让敌军上点清峰顶。是。白娉婷，白娉婷。
样？快撤离吧！白冰亭，白冰亭，前面是深渊，你若跳崖，禁烟的5年契约立即失效，不管是粮是烟，将被我夷为平地。平婷，平婷，你没事吧？你还救我干什么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你的命是我的，谁允许你这么做？你不是想我死吗？啊？平婷知道，平婷一再为难王爷，能活到今日，已是王爷的恩典。王爷当日派人来杀我，为何今日当面又惺惺作态，不与我了断了自己？我何曾派人杀过你？此事我无法跟你解释，但这次我是为你而来。你要是不相信我，你就先杀了我。我相信，我相信你，正是因为相信，所以才痛苦。你追我赶，躲躲藏藏，何时才能停歇？王爷。不累吗？我终于把我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了。平婷累了，平婷真的好累。不要再隐藏了，跟我走好吗？摔的地方还疼吗？怎么，还在生气？胜负乃兵家常事，输给我，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。我能问问你军中之事吗？问吧。你打算如何处置泽隐将军？他是我的朋友。我有说过要处置他吗？我若是要处置他，我怎么孤身一人独闯云崖索道？我早就知道你们会在水中下毒。
全军发动突击，我才偷偷的来取你的营帐。所以你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避免杀戮。你不也是？以一人之力护一城之人，天下怕再也找不到一个女子能有你这般胆识。我这命真是……你的命怎么了？太好了。可如今泽隐知道你一人独闯点青峰顶，必会派兵来援救。想必此间，这山林尽是良兵。王爷，找地方避一避吧。你是在关心我？谁要关心你啊？你还记得你曾经对月起誓吗？当然。当时你真的吓到我了。我想，你要么是身负重伤胡言乱语，要么你就是色迷心窍的登徒子。哪有人认识2天就赌咒发誓的？你以为我在开玩笑？不是认识2天，这誓言20年前就已经在我心里许下。这20年里，楚北节从没忘记过。你看着我的眼睛，白娉婷，我楚北节今生只爱你一人，不离不弃，生死相随，月下盟誓，永不相负。娉婷愚昧，直到以为这一生再也见不到你，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。娉婷的心早就给了你，我伤了你那么多次，你却不离不弃。如今我又怎敢辜负？剩下的愧疚，娉婷定用余生回报。月下盟誓，永不相负。快走，他们追来了。走上马。来，跟我走。从此你不姓白，随我姓楚。北捷，有你一声北捷，什么都值了。张将军，楚北捷把白姑娘劫走了。一定把
把白姑娘给我救回来！撤！快，队长！快！糟了，他们快追上来了！让他们追吧，就是千军万马、刀剑相向，我也不在乎。你在我怀里就好了。可是他们这样穷追不舍，定是以为你劫持了我。我得去拦住他们。你一个人更容易脱身，放我下去。白娉婷，你总是说一套做一套，当着本王花言巧语，片刻又出尔反尔。是谁说的再也不离开本王？现在又说要我一个人脱身，我已经上了一次当，不会再上第二次。做好了，这。姐，快放开我！白姑娘，白姑娘！贝姐，贝姐，白姑娘，白姑娘！
下面有火光，他们应该还活着。快，绳索！是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严重？要是找不到草药，伤口会发炎的。你赶紧躺下，躺下。别去！这么大的雨，你什么也找不到。我死不了，没事。可是，索道，是你派人砍断的？是我，我命人砍断索道，为了防止你攻上大营。可我没想到你速度这么快，我的人都还没有到，你就已经上了点清峰顶。阴差阳错。原来你为了跟我跟不到，你还是要取我的性命。好了，好，我没有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没有。傻娉婷，我吓着你了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我输给自己的女人，我很骄傲。贝姐，我说过，你愿意叫我一声贝姐，我什么都值了。你烧得好厉害，你真的很美。你快躺下吧。当反复听到还是那放弃，就是现实解释。我怀疑你，我怀疑就是你，我想。贝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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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娉婷。 还是那就是其实那也不会。从今以后，娉婷心主。娉婷，干嘛？让我看看你。你的衣服早都干了，赶紧穿上吧。娉婷，我采了一些草药，好像缺了一味。昨晚发生的事，你不打算负责任？刚退烧就欺负我，早知道就让你一直病下去了。若病着便由你照顾，我倒希望可以一直病着，一直让你照顾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堂堂镇北王，居然甘心情愿当一只病猫。若你一直病着，就用不着我这个江湖郎中了，倒是应该找霍神医给你下一剂猛药。不管什么药，药引子只有一味。我。白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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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姑娘。上进去！这有很多蝙蝠尸体，还有大火烧过的痕迹。
想必就是我们在悬崖上看到的火光。一定有人来过这儿。这些枯木堆，也不像是自然形成的，是人为堆起来的。白姑娘本应该坠落在此，但现在人却没了。白姑娘一定还活着，可能在这里遇到了蝙蝠，所以就放火烧死了他们。这只蝙蝠断骨整齐，一看就是个用剑高手。放火的不一定是白姑娘，也有可能是楚北杰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们2个人应该都还活着。兄弟们，打起精神，咱们再仔细的搜一下。是。白姑娘，白姑娘，你在哪儿啊？美人如玉，青丝如瀑。以后，每天我都要为你画眉梳头。你一个大将军，成日里不想着带兵打仗，却想着为女人梳头，这要是传出去啊，恐怕大晋上下都要笑你。那时候，估计他们都要指着我的鼻子，说我是一个蛊惑人心的妖女了。你就是妖女，迷得我神魂颠倒，日思夜想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下了什么蛊？可不可以给我再下一回？行，那我得先变成妖女才行。狡猾的家伙，贫嘴的家伙。我一直想不通，自从你统领了梁军，一直在行拖延战术，你们在等什么？我在等晋王公的消息。王公？放心，不会是什么大事的。王公会传来什么消息？你要记住，不管王公传来什么消息，到最后只是一场误会。回去你就知道了。娉婷不会伤害你，也不会伤害与你有关系的任何人。王爷，回去吧，回去看看我真实的心意。有一点我很清楚，我想要跟你在一起，我就不能是大晋的镇北王，你也不能是晋安王府的白娉婷。接下来的每一步，都要好好考虑。白姑娘，白姑娘，白姑娘！哎，你们去那边再找找，是。白姑娘，我去看看。白姑娘，白姑娘，你在哪儿啊？你们几个去那边。是。白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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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儿啊？白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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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姑娘。是梁军。怕是让他们找到你，连我也护不住你。我先迎出去，他们找到我之后，应该不会继续大范围搜索。我们一起走。你放心，我会尽快摆脱他们，然后去大晋找你。我不能让你再从我身边离开，一刻也不行。泽隐他们是我的朋友，我不想再有任何人流血牺牲了。我很安全，不会出事的。我会马上去找你。是若寒吗？我在这儿。你相信我，我绝不食言。别让我等太久。
走。白姑娘，白姑娘，快，白姑娘，热寒将军，白姑娘，真的是你啊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虽然从索道上摔了下来，还好这崖底有很多枯枝腐叶，才不至于伤及筋骨。只是在下面遇到了一些吸血蝙蝠，我身上也带了一些打火石，才逃过了一劫。白姑娘没有大碍就好，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都没有事，白姑娘真是老天爷保佑，吉人自有天相啊！那就借若寒将军吉言了。上将军呢？啊，末将与上将军分头寻找，只怕这会儿上将军还在山上寻找。啊，那赶紧派人去禀报上将军吧，别让他等太久了。我们按原路返回，赶紧回军营。是。传令，收兵整队，我们送白姑娘回营。回营了！找到白姑娘了！回营！白姑娘，末将已经派快马回营禀报，上将军得知白姑娘平安无事，十分高兴啊，说晚上率领全军为白姑娘庆祝。上将军有心了，不必如此费心。哎，怎么会呢？上将军都说了，这次晋梁大战，若没有白姑娘主持大局，镇守帅营，都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更何况，姑娘甘愿与敌军主帅同归于尽。同归于尽？啊，呸！你看我这张笨嘴，姑娘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末将的意思是，姑娘果敢刚强，能及常人所不能及，就连我们这些男子汉，都自愧不如。为姑娘庆功，那是理所应当。再说军中的将领仰慕您已久，大伙儿高兴还来不及呢。热寒将军过奖了。姑娘当得起如此赞誉，只可惜，到底还是我们让姑娘受了委屈。如果末将的速度能够再快一点，姑娘可能就不必受如此大的惊吓，所幸周全无事。热寒将军言重了，两军交战本来就是动一丝则牵全身，要错也是娉婷的错。热寒将军接令之后没有任何的过错，请将军不要把过错都归到自己身上。白姑娘不必替若寒推辞，若寒哪是那种会把错往自己身上揽的人。既然我认错，那一定是错。您交代末将去切断云崖索道，可末将动作还是没有楚北捷快。在我们做好准备之前，他就已经过了索道，竟让他直入大营，还掳走了姑娘。还是要多谢各位将士齐心协力。白姑娘，我们的人一直没有找到楚北捷，他与你一起跌落山崖，你可知他的下落？他是不会死的。山下今年累积的枯叶救了我，也同样会救了他。若寒将军也不必再派人去找了，秦军很快就会撤兵的。白姑娘，这话有几成把握？夫人，外面来了位客人，说是夫人的朋友。朋友？杨凤姑娘，我们真是有些年没见过了啊。杨凤参见小王爷。哦，你不必多礼。我现在也不是什么晋安王府的小王爷了。杨凤虽然不是晋安王府的人，但是从小听娉婷说王府的很多事情，心中对王府还是很有感情。前段日子听说王府不幸的遭遇，心里实在不是滋味儿。到底还是让小王爷受苦了。不知杨凤能帮得上什么忙，小王爷尽管吩咐。杨凤姑娘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听闻娉婷来到大梁，我一想，她肯定是奔你而来了。不知道
他现在是不是在这里？我想见见他，有一些事情。娉婷确实来过我这里，但是现在不在。小王爷是否在这里休息几天，等他一下？当然可以。白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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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将军，恭喜白姑娘大获全胜，堪布保住了，姑臧保住了。上将军这是做什么？快快请起。请白姑娘给我一个机会，代表大梁人民向姑娘表示谢意。上将军，快起来！白姑娘神机妙算，楚北捷撤军，我们胜了！胜了！白姑娘之前说晋军会撤军，末将还不相信，现在我是彻彻底底服了。以后姑娘说啥是啥，说让我往东，我绝不相信。这件披风，跟随末将走南闯北，立下无数战功，请白姑娘收下。你们这是做什么呀？若涵的身家性命都是靠姑娘救回来的，这有什么不可以？姑娘要是不收，就是看不起我。请白姑娘收下。整个大梁，只有我们这些跟随白姑娘打过堪布之战的人才知道，这场计划让梁国覆灭的战争是怎样在白姑娘的神机妙算之下瓦解。也只有我们才能够知道其中的惊心动魄。这披风上有我们和死去弟兄们的血，还有我们对白姑娘的敬佩和仰慕，请白姑娘收下。诸位，你们这样让娉婷如何担待得起？这不仅是一份信物，而是我们跟白姑娘同生共死的誓言。白姑娘，白姑娘，白姑娘，收下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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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啊，白姑娘，收下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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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白姑娘，收下吧，收下吧，白姑娘，白姑娘，请收下吧。诸位将士的心意，娉婷领了。堪布之战，娉婷永世难忘。白姑娘大恩，我等永世不忘。希望我们以后永远不要在战场上兵戎相见。我们跟白姑娘同愿。战事结束了，大王有令，请姑娘立刻回姑臧城接受封赏。对了，白姑娘可否把兵符交还于我？理当如此。把这个东西交给了你，我也觉得顿时自由了，浑身都轻松了许多。从健康城到堪布城，大概需要5天时间。也就是说，大晋王应该已经昏迷了5、6天了吧？昏迷？怎么了？可是我们从未听说过晋王昏迷啊。晋军退兵不是因为大晋君王昏迷导致都城大乱吗？都城大乱，倒不是因为司马弘昏迷，而是因为2个不满10岁的皇子同时中毒身亡。不过，姑娘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现在，晋都所有能力当储君的王族都在蠢蠢欲动，司马弘应该气晕过去才对。我有一个配方，能迷人10日不醒，用任何方法都检验不出来。还请陛下命人快马加鞭送至进宫。娉婷不会伤害你，也不会伤害和你有关系的任何人。白姑娘真厉害！是啊。白姑娘，白姑娘，白姑娘，白姑娘！娉婷，娉婷，魏将军，快去请医者。是。
娉婷，娉婷，你快醒醒啊！娉婷，娉婷，娉婷，你快醒醒啊！娉婷，娉婷，娉婷，我是杨父，你看到我了吗？啊，杨父，娉婷，我在这儿啊，我在你身边。杨父，去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怎么回来成这样了？是我负了他，是我负了他呀，娉婷。少爷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杨峰，我想跟少爷单独谈谈。他在这里等你好几天了，你们好好聊一聊。娉婷啊，有些日子不见了，你看看你，你都瘦了。少爷这个时候在大梁，定是已经见过梁王了吧？什么意思？我早就应该猜到，除了你之外，还会有谁知道那副药的底细？你醒醒吧！我是该醒醒了。这个药方是我与你一同配制的，虽然无法加害身强力壮的成人，但对孩子可是致命的。你怎么可以？这一切都是梁王指使干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我没有让梁王害死2个孩子。是啊，你只需要动动嘴皮子，把药效告诉梁王，大晋的那2位小皇子便能死于非命。没办法，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这就是2强之间的斗争。司马弘的昏迷，不足以让晋大乱，最多也就算他个群龙无首。但是如果大晋的2位皇子，仅有的2位皇子死了，那么大晋可真是气数已尽，时日不多了。少爷的计谋，恐怕不止这些吧？如果一个计谋只有一个目的，那还算计谋吗？我真正的目的是，因为楚北节间接地导致了司马弘2个皇子的死亡。他楚北节在大晋有再多的功劳又有何用？这一次错误足以置他于死地。你说司马弘会怎么对他呢？他楚北节还能活多久？娉婷啊，你不是背叛我了吗？你不是愿意跟楚北节走吗？你不是愿意跟楚北节卿卿我我吗？从今以后，我看你怎么跟他卿卿我我。少爷计无一策，把我们所有的人都设计进了你的圈套。晋安王府待我有恩，这一次，娉婷会为少爷顶罪，承担这一切的后果。但这也是娉婷最后一次
再为小靖安王做事了。从此以后，娉婷与小王爷与靖安王府再无瓜葛，请少爷自己保重。在我爹娘的坟前，我说过，你和我恩断义绝。此地是大梁，少爷在此多有不便，娉婷又有伤在身，无法招待你，还请小王爷赶快回去吧。你知道了这么多，娉婷，其实我应该杀了你。若是少爷想杀了娉婷，保住自己的命，那就请现在动手杀了。不，我不会，我绝不会动你。我要让你眼睁睁看着大晋的2个皇子横在你和楚北节之间。我倒要看看你和楚北节怎么彼此信任，他还能信得过你吗？这个世间只要有一个人信任娉婷，娉婷便死而无憾了。好一个死而无憾！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喽。好好养伤，来日方长。少爷，叫。少爷，娉婷姐姐呢？闭嘴！少爷，为什么呀？她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能原谅她？少爷。娉婷，你为什么要收拾东西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要走了。你平白无故的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你还带着伤呢。杨峰，我要回家了。你要回家？小王爷跟你说了什么？你为什么没跟他回去啊？我以后再也不是靖安王府的人了。以后你和泽隐若是见了何霞，定要万分小心才好。他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他了，日后也必定会因为他掀起一场腥风血雨。好了，你也不用这么担心。日后啊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照顾肚子里的孩子。如今战事已经告一段落，你跟上将军能过上一段安心的日子了。你跟我说这些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呀？你不是说好要住在这里，永远都不跟我分开的吗？傻杨凤，你应该为我高兴才对。你找到了你的泽隐，我也找到了我心上的那个人。我现在要去见他了。2位皇子因娉婷无辜罹难，
娉婷愧对终身，今世之罪无力自赎，来世定当偿还。娉婷今日在此祭拜，唯愿两位皇子黄泉碧落，一路走好。出来吧！暗杀女人和孩子，是你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吗？白姑娘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。可是今日娉婷有要约在身，非去不可，不能让各位回去复命，对不住了。什么人？谁派你来的？说。上将军，别害怕，今日我不会取你性命，回去告诉你们主子，要杀我，让他自己来。走吧。好。白姑娘，在下身为梁军将领，未得王令，不得擅自派兵出境，所以昨日没能和姑娘同行，害得姑娘只身犯险。但是今日前来的，都是和姑娘在堪布城同生共死的兄弟们。我们此次前来，只为友情，只为私事，理所应当。兄弟们，咱们护送白姑娘去大祭，助白姑娘一臂之力。好！多谢上将军。白姑娘客气了。